你好，我是前几天呢没有出视频啊，是因为前几天比较忙，还在外地出差。那么最近几天确确实实在币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一直都是在关注着呢。其实呢没有及时的出视频，反而可以多观望几天啊。那么看看这些新闻的这个发酵的程度。那么观察下来啊，我觉得最近一周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呢，还是这个中美洲的萨尔瓦多这个政府啊宣布比特币为法币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新闻出来的第一时间啊，就有朋友在这个群里面问我啊有什么看法。那么我当时说啊，这个国家其实是挺聪明的，这么做呢，它会吸引呢很大的这个资金进来，但是呢不一定会给比特币带来非常大的涨幅。那么大家也都看到了，消息出来当天比特币的这个涨幅还是不错的，一路呢从33000涨到了37000多，但是呢后劲不足啊，现在又回落到了35000左右了。那么我们今天还看到著名的加密货币投资人孙宇晨啊宣布将会在萨尔瓦多成立挖矿公司啊，这就验证了我之前说到的这一点啊，资金会进入。那么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尼日利亚政府将会在近期宣布比特币合法。关于萨尔瓦多宣布比特币为法币这件事情呢，我看了很多人的解读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可以说是一个进入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征兆。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太一样的看法啊。那么我今天先讲一讲好的地方，再讲一讲不好的地方。那而且呢，我所讲的内容啊跟价格无关啊，大家自行决定是否进场。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比特币和狗狗币的一个趋势，以及为什么大家一致认为的这种大利好对比特币或者是对狗狗币的涨势都起不到这么大的作用了呢？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呢，我的频道是专注于赚钱和移民啊，欢迎你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次这个赚钱的资讯了。那么非常巧合的是，我们今天讲的是非常符合我们频道的主题啊，比如说这个比特币啊、移民啊，非常契合我们频道的主题啊。6月9日周三的时候，萨尔瓦多它被这个国会以绝对多数投票通过了法案，那么让比特币啊成为该国的这个法定货币。这个萨尔瓦多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非常陌生的，包括我也是啊。那么这个国家呢，其实是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个两个国家之间，位于这个中美洲啊，是一个小国家，全国的人口呢有650万，人均 GDP 呢是8388元。犯罪率比较高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目前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些消息。那么境内居民70%呢仍然是在使用现金，那么可以说啊，这个国家的经济呢是非常落后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国家也都是这个偷渡美国，或者是说大篷车进攻美国的这个非法移民的主力国家。但是呢，目前他们国家这个居民有了一个希望，就是出来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总统，可以看得出在不远的将来。很多有实力的这种矿工公司啊，以及这个交易所都会纷纷的将这个总部搬到这个国家去。这里面呢，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税的问题啊。那么在目前的这个阶段，你的公司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什么开曼群岛也好，甚至哪个国家也好，只要你是涉及的这种加密货币的交易啊，你这个税是不可避免的啊，因为你交易的不管是什么币啊，它不是法定的货币，说白了，它是一种金融的商品。但是呢，如果比特币变成了法定货币，那就不一样了。那不管你是交易多少的比特币，那都是转账了，对吧？你是法定货币，你这个交易就是转账了。转账是怎么是要交税的？不需要交税的，只需要手续费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认为很多公司会搬过去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作为一国的这个法币，你比特币的剧烈的震荡呢是不适合作为法币的。这样的话，你这个国家，你这个所有的这公司啊，或者是商家，你会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波动啊，划不来。所以人家政府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萨尔瓦多这个政府啊，他们说将会运营一个信托基金，那么这个基金公司呢，将持有价值 1.5亿美元的比特币，用来抵消比特币市场的波动啊，确保这个商家不必承担一些这些风险。那么与此同时呢，该国还宣布啊，将会给这个持有3枚比特币的这个移民呢，以永久居住权，也就是给你绿卡啊，不管你是谁啊，你在哪里，只要你有3枚比特币，你就可以拥有萨尔瓦多的绿卡了。那么至于你要不要这个国家的绿卡，或者是说进一步去拿这个国家的护照呢，这就是见仁见智了啊。其实我想说啊，不管你是在哪个国家，只要你有钱，你都是过着人上人的生活啊。反之呢，你在最发达的国家、最有钱的国家，你没有钱，对吧？
落实到你的身上，你没有钱，你也是活不出一个人样的。那么现实呢，总是这么残酷。那么这些呢，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重点。那么我所说的重点呢，就是萨尔瓦多这个政府现在所做的事情呢，正在让这个国境线呢慢慢的消失。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呢是可以拥有萨尔瓦多的永居权的，这也就意味着很多人就可以成为该国的这个荣誉国民，对吧？那个孙宇晨已经宣布了，他就是萨尔瓦多的公民了。那么如果说这个再有其他的小国家的这些跟随，大家争着去要这个，比如说抢这个有比特币的人，这就意味着很多人呢会有很多国家的这个身份啊。但是大家要记住，比特币的总量呢，它只有2100万枚，理想状态之下每人3枚，那么也就是只有区的700万人能够拥有该国的永居权。但是没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币种呢，比如说狗狗币，将来如果说有哪个国家站出来宣布说狗狗币是我们国家的法币了，那么真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啊，恐怕国家的这个概念呢就被颠覆了。所以我认为萨尔瓦多所做的事情最大的意义呢，是让这个国家这个概念消失，国境线消失。那么之前呢，我是看到狗狗币教主啊，他提到这一点，我当时听了还是不是很理解这个问题啊，但是呢，看到这个消息啊，我马上就懂了。当时这个狗狗币说美国的国境线会率先消失啊，这个我们将还是会拭目以待一下，看这个世界这个头等的大国，它的国境线到底是怎么消失的。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萨尔瓦多宣布比特币为法币这个事情不好的地方啊，就是作为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这个国家或者人也好，你第一个吃螃蟹啊，总归是有一些风险的。如果说你玩赚了的话，利国利民，对吧？玩不转，你会让这个比特币跟着一起遭殃啊！到时候国家这个其他的国家一看，大股大的这个国家一看，你萨尔瓦多被比特币拖入了泥潭，这哪行呢？打呀，大家一起去搞它，完蛋了，对吧？适得其反，全世界政府一旦合起伙了来揍这个比特币啊，那就不好办了，那就真的是非常惨的一天了。那么我希望不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待事情啊，这个要往好的方向去想，但是呢，你也不能忽略这个不好的可能性，对不对？其实呢，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未来的一个走势，会不会涨，牛市还在不在，熊市来了嘛？我之前已经讨论很多次了啊。那么我们前几天啊聊过的这个普兰 B 啊，今天又出来说话了，他说比特币28.8万美元的这个预期呢，依然是有效的。就看你信不信了吧。那么当然，这都是一个长线的一个目标。我之前在视频里面也讲过狗狗币的各种预期，1块也好，或者10块也好，它都是长线的一个目标。但是很多人看不明白啊，天天给我留言说啊，你看你是反向指标吧，你天天被打脸，你又还好意思做视频，对吧？啊，说劝你不要做视频了，等等等等吧。就说我说这帮人真的是看不懂啊，就说你们比如说我前一天出了视频，我说很快啊可能会到1块钱，但是呢这个他认为的很快就是第二天就是马上就到，因为你抱着这种暴富一夜暴富的这心态，你去做加密货币，你肯定是做不好的啊。那么我们看近期啊，按说这么大的一个利好啊，那么不得一口气翻1倍啊，对吧？那么但是要记住啊，利好或者利空出来的时候啊，你看我等之辈啊，韭菜之辈啊，都知道要涨跌了。那么控盘的庄家，他们也想到了这一层，他们肯定也知道，对吧？那么都知道要涨的时候，反而是他们出货的时候了。你不管呢是用什么模型、什么指标啊，什么 K 线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指标吧，你去判断啊，都会被控盘的人所欺骗，这是我的一贯的这个理念啊。所以说我当时跟我的这个很多朋友都讲啊，大家不能说只用一个指标，你要把所有的指标，这个市场上所有人提到的这些指标都记住，然后呢去感知这个市场啊，那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任何一个指标，这就是这个万能的药水，都不可能的。每一个这个孤单的这个证明啊，都不可能证明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如果说大家都把所有的这些指标都记住了啊，就是说这个对市场的感知也好，消息面、技术面、K 线啊，各种各样的指标，包括普兰 B 的这个模型都记住了，那么你只有这样的融会贯通，那么才会对未来有一个好的预判。好，感谢你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啊！让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